因为张二毛还答应了要送吉庆堂的陈宇飞一个顺水人情，于是他便与萧长坤约定好，傍晚7点左右，两人在古玩街外的停车场碰面。随后，张二毛先把萧长坤送回了书画协会，随后便在心中挑选了一个机灵的小弟，让他先找自己熟悉台词和剧情，然后带着东西去一趟吉庆堂。被张二毛选中的小弟第一时间到办公室跟他碰面。两人一见面，张二毛便把今晚需要他做的事情跟他详细的介绍了一遍，又帮他捋清楚其中的每一个细节。而他看人也确实有一套，被他选中的小弟虽然从没干过这种事情，但上手确实非常快，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把整个剧本烂熟于心，并且能够做到滴水不漏。确定这个人没有任何问题之后，张二毛便给陈宇飞打了一个电话。电话一通，陈宇飞率先开口问道：二毛哥，咱们说的那件事情进展怎么样了？张二毛笑道：已经全部安排好了，东西和人也都已经找好了。再过一会儿，等到差不多6点半的时候，我就让他先带着东西去你店里，你一定要亲自接待，东西也一定要亲自上手。陈宇飞忙道：二毛哥您就放心吧，我已经全部都准备好了，监控也已经调试完了，摄像、录音、导出都没任何问题。说罢，他赶紧又问：对了，二毛哥，这剧本儿你给我介绍介绍呗，到时候我怎么说怎么讲才能显得我倍儿专业。张二毛便道：现在就给你介绍，你拿笔和纸记好重点，千万不要忘了。没问题。陈宇飞激动不已，赶紧拿来纸笔，一边听着一边记着。听了一半，他的嘴角就已经像熟炸了的西瓜，彻底合不拢了。听到后半段，他甚至放下纸笔，用脸和肩膀夹着手机，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脱口道：二毛哥您可真是神人啊，这种办法都能让您想出来，这姓周的他不死也得死啊。张二毛哼哼一笑，将整个计划全部介绍完之后，嘱咐他道：你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即便是你店里的伙计也不能让他们知道。等到时候古玩街传出朱良运吃了大亏，打了眼，你再装作恍然大悟一样，把监控调出来，发给你那些同行，让他们看清楚，引以为戒。这样一来，你火眼金睛，专业能力比周良运强出很多的名声就可以不胫而走。要是这件事情传到宋小姐耳朵里面，你的位置就算是稳了。陈宇飞兴奋不已地说道：二毛哥，您这可是帮我大忙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好了。您放心，等事成之后，我一定给您包个大红包。张二毛笑了笑，随口道：你有这份心就行了。说完，张二毛心里暗忖，你所谓的大红包，撑死了也就1-2万。今天这件事情，我要是没让周良运上当，萧长坤那边我至少要搭进去10万块。快到6点钟的时候，马兰给萧长坤打了个电话，亲昵地问他：喂，老公啊，晚上想吃什么？我提前给你做好。萧长坤嘿嘿笑道：老婆，我晚上朋友有点事情要办，就不回家吃饭了。马兰随口问道：什么事啊？听你声音好像挺高兴的。萧长坤笑着说道：这件事弄好了，说不定能挣个30-40万呢。要真成了，等咱俩到迪拜之后，我给你买个大钻戒。马兰一听说能挣几10万，顿时激动地问道：真的？干什么生意啊？能挣这么些钱？萧长坤笑道：天机不可泄露，等事成之后再告诉你。马兰忙问：那你定好咱啥时候去迪拜了吗？萧长坤道：你能不能成就看今天晚上了，不管他能不能成，咱明天上午就走一会儿，我就先把咱俩去的机票订好，酒店就订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7星级帆船酒店。天天看别人在网上吹牛逼，说他妈那个7星级酒店有多豪华，我就要去看一看他到底有多厉害。马兰一听这话，顿时开心的手舞足蹈，妈呀，太好了，我就想着赶紧去呢。那你今晚先忙，我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萧长坤霸气侧漏地说道。
少带点行李啊，只带必需品，除了必需品之外，剩下的咱到那儿再买。行嘞，马兰激动坏了，开口道，那你抓紧时间忙你的正事吧，我去收拾收拾东西去了。挂了电话，马兰立刻给叶晨打了过去。叶晨此时正在香榭丽的半山别墅，外公和2个舅舅还在燕京谈投资合作，特意交代叶晨多来陪陪老太太。刚好菜菜子还在另一套别墅里练习掌控灵气，所以叶晨便直接来了这边。原本他是打算一会儿就回城，先去萧初然的公司把他接上，然后再一起回家吃饭的。没想到马兰打电话过来，开口便道，好女婿，今晚你爸有事不回家吃饭了，他说明天上午就要去迪拜，妈得收拾收拾东西，要不你跟初然想吃什么提前点好送家里来。叶晨好奇地问，爸不是说这边的事情还没处理完吗？怎么明天就要走了？马兰笑道，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打算的，不过他刚才打电话说好像有一单生意今晚要谈，成不成就看今晚了，不管成不成，明天上午都要出发。叶晨一听这话，就知道老丈人今晚肯定要对周良运搞点小动作了。虽然不知道他们要搞什么把戏，但叶晨大体上是不担心的，毕竟无论萧长坤还是张二毛，在周良运面前都只是小虾米而已。不过叶晨唯一担心的就是他们不讲武德，纠集一帮人去找周良运的麻烦。周良运虽然见过大世面，也经过大风浪，但毕竟只是一个文弱的中年人，没什么战斗力。别说张二毛手下那么多道上的混混，就算只是张二毛和萧长坤2个人，也能按着周良运把他打一顿。所以叶晨想来想去，打算悄悄去古玩街暗中盯一下，只要他们俩不动手，自己就不插手，一旦他们动手，那自己也能拦住他们。想到这里，他便对马兰说道，妈，我晚上也不回去吃了，一会儿我给初然说一声，你们俩晚上点餐吃吧。马兰倒也无所谓，主要是自己顾不上做饭，怕叶晨回来没饭吃心里不满，既然叶晨不回来吃了，那就怎么都行。于是他便笑着说道，好女婿，你既然也要忙，那你就忙你的，我给初然打个电话，让他随便点一点，我们娘俩在家吃。好的吗？叶晨挂了电话，便向外婆道别，驱车前往古玩街。到了古玩街之后，他戴着口罩在里面转了一圈，便发现了周良运的珍宝轩。珍宝轩眼下还是没有招牌，只有周良运一个人在里面收拾规制。里面除了旧货架和展示柜之外，也没什么拿出来卖的商品。估摸着想走上正轨，至少也要1-2个月的时间慢慢筹备。叶晨没有进去打扰，而是去了斜对面不远的一家茶楼，在2楼找了个视野很好的位置坐了下来，点了壶碧螺春，便在座位上边喝边等着看自己老丈人和张二毛这王八蛋到底在憋什么坏主意。